发个烧而已，赔钱货就是娇气。去什么卫生所？家里统共就那么点钱，还得留着给我儿子在省城大学里交伙食费呢。把被子给我。建军马上放寒假回来了，这新被子得给他铺。把被子放下。反了你了！你一个结巴还敢指使我？妈，念念要是烧出个好歹，在法律上这叫遗弃罪。建军现在可是省城大学的高材生，真要闹到村委会和派出所，他档案里有了污点，将来还怎么分配公职？我穿越了，从21世纪白手起家的服装女总裁，成了1983年的乱弱村妇。原主大冬天洗冷水衣，熬夜做缝纫，熬垮了身体，才供出个大学生丈夫陆建军。可他一金榜题名，老陆家便过河拆桥，不仅克扣母女俩的口粮，连3岁的女儿念念发高烧，他们竟连2毛钱的药费都狠心不出。少拿干部头衔吓唬我！等建军回来，立马让他休了你这个不识抬举的村姑！妈，别吵了，怪没素质的。沈知秋，既然你今天没结巴，那正好咱们把话说清楚。这半年我在省城大学接触的都是新思想、新经济，而你连报纸都看不懂，我们之间已经没有共同语言了，这对双方都是一种折磨。把这个离婚协议签了吧，咱们好聚好散，别耽误彼此。明明是想攀高枝嫌贫爱富，真叫人作呕。可以。那块表少说也要50块钱，而原主昨天刚把省吃俭用攒下的50块钱全部寄给他当生活费。你手上的表哪来的？这是我同学林静文帮我挑的，人家是高知家庭，经常在学业上指导我。我想着不能白承人家的零，就用你寄来的钱给自己添了块表，好在人家父母面前留个精神体面的印象。知秋，你没上过学，你不懂城里的人情世故。我确实不懂你们这种把没良心说得如此清秀脱俗的世故。净身出户没问题，那些零碎破烂我也瞧不上，但我只有一个条件，女儿念念的抚养权彻底归我，并且你在此手写承诺，你主动放弃为人父的探视权，绝不来打扰我们母女的生活。你疯了！你带着个病秧子，以后拿什么活？建军，你傻啊！他愿意带走这赔钱货，少一张嘴吃饭还不好？赶紧加上，免得以后在城里找了好媳妇儿，这丫头成了你的累赘。沈知秋，你要是后悔了，等病看好了把孩子送回来，我偶尔也能接济一二，别让村里人说我冷血。大可不必，从今天起，桥归桥，路归路。这里距离卫生所还有10几里山路，我又身无分文。念念别怕，妈妈在这儿。没有天降的财神，也没有不劳而获的捷径，但这口泉水就是我扎根这个时代的启动资金。粗粮拉嗓子，要做出让人心甘情愿掏钱的好吃食，全靠手艺。好香呀，妈妈，像过年一样。吃吧，管饱。以后妈妈天天让你过年。
纯手工金丝玉面发糕，软糯香甜，5分钱1块，不要粮票。大妹子，你这发糕咋这香？闻着比国营饭店的白面馒头还馋人。大哥，好水配好粮，实打实的手艺，您尝一口，不好吃不要钱。哎呦，绝了！给我包2块，我带去厂里吃。我也要4块，回家给我家老太太换换口味儿。给我来10块，算上工友的份儿。大家别买，都别吃了。他这糕香的邪门，谁家粗粮能做出白面的味儿？我怀疑他往里面掺了不干净的东西，他这是在投毒害人啊！刘干事，您快来管管啊！这儿有个人无证经营，还往食物里下毒啊！怎么回事？这位同志，有人举报你售卖违规食品，且没有经营资质手续，请你立刻停止售卖，跟我回办公室接受调查询问。刘干事，办案讲究的是真凭实据。这位同志上下嘴皮子一碰就定我的罪，这对吗？你说你没违规，那你的大队证明和经营手续呢？当然有。第1张是我进场前主动在管理处缴纳的2分钱场地卫生费收据，符合咱们镇吉木市场的明文规定。第2张是我昨天特意回大队找村长盖章开具的农户用于农副产品进城自销证明，我响应号召，靠自己的劳动赚钱，既不是投机倒绑，更不是无证盲流。手续确实齐全，没有问题。那他投毒这事儿怎么说？棒子面怎么可能这么香？刘干事，食物里有没有违规添加，骗得了外行，骗不了您这样的老舌头。我这发糕，您可以当场验一验，如果不合格，我今天不仅翻倍赔偿各位街坊，直接跟您去备案。软糯香甜，全是粮食最本真的味道，连一点劣质糖精的苦味都没有，这可是难得的纯天然好手艺啊！人家同志证照齐全，食物干净卫生。李二麻子，你这种因为看人家生意好就恶意造谣竞争的行为非常恶劣。今天我给你个口头警告，如果还有下次，直接停办你的摊位，罚款50元整顿。是，我错了，刘干事，我以后再不敢了。给我也来1块，连刘干事都打包票了，那能有假？除去2毛钱的成本和场地费，我这一上午稳赚了11块多。走，念念，妈妈带你去百货大楼，妈妈给你买一件最暖和、最漂亮的厚棉袄。接下来的整整1个星期，我每天凌晨3点起床，雷打不动地去镇上出摊卖发糕，凭着童叟无欺的分量，再加上灵泉水调出的好味道，我的摊子成了集市的招牌。1个星期，我整整攒下了65块钱。妈妈，这里大，亮堂。以后妈妈带你去更大、更亮的地方。建军哥，你看这件大衣好看吗？就是标价要30块钱，太贵了。只要你穿着好看，30就30，当是我送给你的开学礼物。建军哥，这百货大楼怎么现在随便往里进人呀？沈之秋，你疯了吧？跟踪我到县城来了，协议已经签了，你别想着死缠烂打。你全身上下摸不出1张粮票，跑到这几10大元一件的成衣柜台来凑什么热闹？别碰坏了人家的衣服，你赔不起。百货大楼打开门做生意，怎么？这是你陆建军私人承包的地盘，我连门槛都不能迈。还有跟踪你，陆建军，你未免太把你自己当回事了。我今天是带着我女儿来正当消费的。你消费？真是天大的笑话！这位大姐，就算你心里气不过金格和你离了婚，想要装门面，
也得看看自己兜里有几斤几两。你该不会是拿了集体的钱跑来这儿摆排场吧？这位女同学，看你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说话是要讲究证据的。我口袋里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起早贪黑，靠劳动干干净净赚来的。倒是陆建军同志，你用来买那块高档表的50块钱，是你前妻大冬天在冰窟窿里替人洗衣服，省吃俭用给你寄去的血汗钱。拿着吸血赚来的钱在这装阔气，你睡得安稳吗？哎呦，穿的人模狗样的，原来是拿前妻卖命钱装大款啊！真够不要脸的，这种人还读什么大学啊？建军哥，他说的是真的，你不是说那是你家存的积蓄吗？静雯，你别听他胡说，这是他污蔑我。都是真的，同志，这件童装我按标价买下。这些在别人眼里根本没人要的积压残制品，在我的眼里就是宝藏。同志，如果有足够的布票和积压折扣，你后面那6批有轻微色差的直销粗卡其布，我也全包了。内部染色不均匀，做衣服不好看，你要这么多干啥？不均匀也是好料子，回去采接加工一下，就是结实的工装和拼接款。建军哥，你刚才答应我的大衣，你倒是付钱啊！小打小闹的手工作坊终究局限，要真正赶上改革开放的时代巨轮，这点变料只是练手。南方的羊城，那里正处于全国轻工业服装的最前沿，无数的国营大厂正在寻求转型。过几天我必须亲自南下一趟。张婶儿，我要去一趟南方进货，寻摸点做大生意的门路。念念还得麻烦您帮我照看10天半个月。你这丫头离了婚倒是像换了个人，有主见了。放心去吧，念念哪怕跟着我吃糠咽菜，婶子也绝不让她饿着。想要淘金，就得咽得下风尘。同志，麻烦通报一下你们厂长，我是北方来的采购商，有办法帮你们消化掉仓库里那批压仓残册布料。女同志，听保卫科说你能解决我们库房那批染色不匀的卡提布和的确酸。不瞒你说，那批布因为调色失误成了彩虹色，做正装都没人要。你大老远从北方来，真打算买？这可得不少钱呢。我不买。同志，我们厂正在抓生产抓效益，你如果不买，这不是耽误我们工作吗？我不全资买，但我能帮你们把这批废布变成在这个春天风靡北方的尖货。马厂长，这是我设计的版型，高腰阔腿喇叭裤，配合蝙蝠袖上衣。您那批染色不匀的布料做正装当然是残次品，但如果剪裁开来做成这种不规则拼接撞色风呢？在这个年代，港管风虽然刚刚吹进来，但内地极少有工厂敢大胆尝试。图是好图，但你要是不出钱拿货，我们厂怎么给你生产？这不符合先款后货的规矩啊！马厂长，死守老规矩，你们那批废布只能在仓库里发霉长毛，厂里连下个月的伙食费都快发不出了。咱们来签一份合同，我以图纸专利和版型技术入股，配合你们这批报废的库存布料，我出50块钱现金作为机场开动的损耗定金，剩下的纯利润你我4-6分账，我6，你们4，并且这套设计我只给你们厂独家代工，彻底盘活你们的生产线。大妹子，不，沈同志，你确定你有销路？如果没有销路，我也没必要大老远坐3天火车来陪您开这个玩笑。白纸黑字，盖上您的公章和我的手印，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你们单独抽调一条生产线试做1000套，做完后，这批货由我带回北方市场负责发售转对点推销，如果卖不出去，风险由我承担。这50块定金全当补偿你们的工时费，你们失去的不过是一堆本来就卖不掉的废布，但如果大卖了，回笼的资金
我先将成衣的成本价一分不少的返还给贵厂的账上。剪裁夸张，走在时代前沿的扫地处。大姐，这衣裳真洋气，是从大城市来的吧？羊城最新款的版型，咱们北岭县这是独一份，一套只要15块，不拆卖，不要布票。15块是普通职工半个月的工资，不算便宜，但也绝对在爱美姑娘们的承受范围内。15块，我买了。大姐，那边有试衣围帘，您直接换上瞧瞧。同志，我是县第一服装门市店的，剩下的我全要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概不赊欠。扣除一切开销，我手里握着了整整近5000元的净利润。5000元，在现在的83年，绝对是一笔可以惊动全村的巨款。想要在这个时代走得长远，必须走实体工业兴邦的路子。这15台我全要了，麻烦师傅现在就装车。我家建军又来信了，在省城大学里可受老师器重了，哪像沈知秋那个丧门星，这都半个多月没见人影了，怕不是早就在哪个土沟里了吧？哎呀，这大冷天的也真是造孽！呸！死得好，谁让他挡了我儿子的道？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村姑，离了我们老陆家，他就是个要饭的命。沈知秋，你没死？你怎么从大卡车上下来了？王村长，我这次回来是响应国家的号召，想借咱们村东头那2间废弃的大队仓库办个制衣作坊，不知道方不方便？方便，太方便了！那破仓库空着也是空着，你能用上，这是给村里创收啊！不光是创收，我今天拉回来15台缝纫机。我的秋兰制衣现在正式面向全村招工，主要招募熟练懂采缝纫机的妇女，以及帮忙裁剪、打包的杂工。试用期半个月，工资不搞大锅饭，按国家最新提倡的见计费，多劳多得。只要手脚勤快，质量过关，1个月下来，保底能挣30到40。你看我成不？我缝衣服可快。我给你搬布料打包。哎呦，知秋啊，我就说你是个有大本事的。这招工，你看你二姑跟大嫂是不是能？不行，我这里是正规工厂，招工有规矩。第一，手脚干净，吃苦耐劳；第二，人品要正，绝不录用好吃懒做、背信弃义之人。陆家的人，或者是和陆家一样喜欢吃绝户的人，我这小庙一个都不够。就是，老陆家平时多霸道啊，谁跟他们是沾边的？建军在城里吃香喝辣，这老太婆还在村里作威作福，活该人家沈老板不用你。你这人心眼也太小了，让一让，别挡着大伙找沈老板事儿。哎呦！妈妈回来了，走，妈妈带你去咱们自己的宽敞新家，以后啊，日子一天比一天有奔头。这是怎么回事？村里的废仓库怎么变成厂子了？哟，这不是咱们北岭村出的大才子陆建军吗？哼，怎么还没放假就灰溜溜的回来了？你还不知道吧？这是人家沈厂长干出来的大事业，人家现在是全县有名的女企业家，带着咱们全村女同胞发家致富呢。你要是疼就走远点，别在这碍事儿。沈厂长，沈知秋，知秋啊！
你这是闹哪一出？芷秋，我知错了。我在省城大学里日日夜夜都在想你和念念，我受不了那里没有你们的冷漠，所以我主动退学了，我不读了，我只要你们母女在身边。那个林静文嫌贫爱富，我算是看透了他虚荣的真面目。还是你这种过日子的好，咱们复婚吧。我可是上过大学，背过新理论的。我帮你打理这个厂子，咱们一家三口把这生意做大做强，不好吗？沈厂长，男人知错能改也是难得，这又是大学高材生，为了您连学都不上了，一片痴心呐。痴心？主动催学？陆建军，这是你们省城大学教务处半个月前作为反面典型下发我们县教育局并公开登报的处分通报，我就把这份国家高全校白纸黑字下达的红头文件念给大家听听。经查实，原我校83季学生陆建军在校期间道德败坏，品行不端，经校委会及纪律委员会联合调查认定，人证物证俱在，现给予陆建军同学开除学籍处分，且其恶劣行径记入个人诚信档案，终生不得录取录用市级一切行政编制职务。这是污蔑，是你，一定是你给学校写举报信害我。我害你，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这是你做错了事，法律和校董纪律给你的惩罚，与我何干？夹杂着细碎的窃窃私语。你到现在都不明白，你不是败给了我，你是败给了正在重塑的公平与正义底线。二柱子，厂区是正规生产重地，闲杂人等不得入内，麻烦把这位劣迹斑斑的人士请出去。顺便报个警，如果他闹事，直接带走处理。好嘞，厂长。下一次他们再敢来，我就要运用真正的法律之气，把他们全部送进铁窗深渊。将陆炼军扫地出门后，厂里迎来了爆炸式的业务增长，各大百货经理提前交了定金，抢订第一批秋冬高档毛云大衣。但我太了解老陆家那帮人了，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防人之心不可无。我通过正规海关合资渠道引进了2套国内罕见的微型闭路探头和红外报警器，连夜安装在了库房和档案室最隐秘的角落。果不其然，第3天的一个深夜，屏幕里出现了3个鬼鬼祟祟的黑影：陆建军、恶婆婆陆母、贪财的陆二叔。建军，你确定那小贱人的发财图纸和高档布料都在这儿？咱们偷了图纸卖给大老板换钱，再顺手弄点火星子把他这布料一烧，看他赔不赔得倾家荡产。只要毁了他，他还不得乖乖回来求我？怎么回事？哪来的这么大的灯和破喇叭？不许动！沈之秋，是你搞的鬼！你早就设套等我们。设套？合法安装防盗设备，保护工厂财物，这是我的权利。怎么，大半夜的，你们一家3口是来我厂里赏月的？你懂个屁的法律！我是你前夫，就算偷了你2张烂纸，那也叫拿，这顶多算家庭纠纷。是不是家庭纠纷？你跟厂区保安同志解释去。别抓我！保安同志，我是她婆婆，我们就是来瞧瞧儿媳妇的场子啊！什么婆婆？我们接到报案有人非法潜入生产质地，现在是法治社会，少拿封建家庭那套来掩饰违法行为。张警官，这不仅是盗窃未遂，在这个房间里存放着价值数万元的定做面料和商业图纸，刚才这些录音和 BB 电视画面都清清楚楚地记录了。带回安保办公室，按厂规结合法规审查。被告人陆建军、陆某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结伙潜入企业重地，企图盗窃数额巨大的商业财产，且主观上带有破坏生产经营的恶劣意图。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现依法判处本案主犯陆建军有期徒刑8年。从犯陆某等人有期徒刑5年。拿着判决书走出法院大门，心情并未彻底放松。后期的讯问通报中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
陆建军在审讯时交代，是镇上服装一厂的刘老板承诺出2000块钱收购那些图纸。沈厂长，不好了，是一厂的老板刘大强，他带着一帮社会闲散人员堵了咱们的门，说门外的主干道是他们刘家的祖传宅基地，今天要在这儿挖沟修路，咱们装货的卡车根本出不去。如果我们交不了这批货，光违约金和商场信誉损失就够咱们翻不了身啊！刘大强见之前的暗算没得手，现在气急败坏亮出这最低级最下作的商业逼停手段了。老赵，不要慌，让工人们照常打包，告诉他们货1箱都不能少装，照原计划进行。告诉二柱子带上他那台新配的相机，跟我出去。去，把办公室里的太师椅搬出来，再泡一壶热茶。哟，沈厂长，这都火烧屁股了，还有闲情逸致喝茶呢？刘老板好大的排场，怎么以前指使陆家人做那些见不得光偷盗勾当没成功，今天亲自带队来给我送证据了？沈老板，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我今天可是本着学雷锋做好事的心，带着兄弟们来帮大伙修路的。不过老哥哥也不能白出这个力，你今天要是想让这10万的货顺利拉出去，很简单，把你那些新款的图纸，还有那些大百货的渠道进货单，全部转给我一半，以后只要我在，就保你们秋兰厂太太平平。不然这路我一天修不完，你的货就一天出不去。果然，这下三滥的手段，核心目的就是眼红利润，搞强买强势。别怕，二柱子在。你拍什么？刘大强，现在是法治社会，国家正在大力扶持和保护个体民营经济的发展。你刚才提出的要求叫做强迫交易和敲诈勒索，而你们堵塞交通大干道，妨碍其他合法企业的正当运输和生产，这触犯了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属于典型的扰乱企业秩序行为。别听这臭娘们瞎忽悠，他这会儿报保安，保安起码1个小时才能到，到时候咱们早他妈跑没影了。面子上挂不住，彻底红了眼。兄弟们，别跟他费口舌，上去把这铁门给我撞开几个口子，今天绝不能让他顺顺利利把货发出去。全部升！省厅联合经济督导组在此进行专项巡防办公，光天化日之下扰乱营商环境，还有没有法纪了？误会，同志，领导同志，我们是服装一厂的，这不是来帮着兄弟单位修大门前坏了的土路吗？纯属热心肠啊。原主记忆深处那个早已被判定战死沙场的定对象的轮廓，与眼前这个男人彻底重合。他不仅活下来了，还成了省厅重点纪检队伍的核心头脑。这场相遇不是巧合。沈厂长，让您受惊了。我们是省公安厅牵头的保护整顿全省民营经济环境专项巡视组，刚好巡视到本县域，接到了热心群众有关这里寻衅滋事的举报。请问现场情况如何？不惊扰，感谢东岛组同志及时巡查。这位一厂的刘老板，由于我厂近期研发的新款服装销量极佳，他试图通过围堵主干道的方式，胁迫我转让设计专利图纸，并瓜分半数以上销售渠道。如不顺从，便扬言无限期破坏我厂正当生产发货。这些照片和在场全场几十名工人的听证，就是最直接客观的证据。刘大强，带上你的人跟我们回局里和经侦大队配合全面调查。至于你们一厂过往的税务和经营情况，督导组也会进行一并封账彻查。不，领导，我不敢了，沈厂长，沈姑奶奶您高抬贵手。带走，依法严办。沈知秋，当年那句戏言定亲后我就去了部队，外界都传你性格软糯木讷，但我今天看到的却是一头即使身陷狼群也能冷静寻找对方命中一击致命的商场母豹子。看来那个姓陆的没眼光，错把明珠当成了榆木。顾督察谬赞了，人在绝境里总得学会自保和反击。倒是你不仅没死，现如今这番成就也让人刮目相看。这些年有些奇遇和调动而已，命大。其实我这次下来督察，不仅是巡视任务，
我背后的家族在京城，他们让我留意有潜力振兴民族实业的好苗子。沈厂长，这虽然是一张去京城市试水的敲门砖，但那片海里全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深海巨鲨。你这头母豹子，敢不敢跟我进京，去那真正的商界黄泉圈子里翻翻云覆覆雨？去，为什么不去？不过顾督察，真到了京城的深水区，你可要小心。如果你们商会的盘子不够稳，我沈知秋可是会掀翻整个棋局的。半个月后，我将北岭县的厂子交给了张婶和骨干们，坐上了北上京城的绿皮火车。京城，我来了。到了京城，顾寒以商会名义帮我按正规流程租赁了这处库房，老旧但宽敞，足够我铺开摊子。接下来的1个多月，我几乎吃住在仓库。想要在这潭深水里立足，唯一的硬道理就是产品过硬。同志，你这大衣版型真好，摸着也厚实，这走线比大厂还密实啊！怎么批发的？35一块，量大还能让利。王经理，咱们这可是国家级的严选订货会，您怎么什么阿猫阿狗的乡下地摊货都敢看啊？也不怕进了劣质货，砸了你们百货大楼的招牌？哼，你就是那个拿着顾督察的推荐信硬挤进订货会的香氛作坊老板沈知秋。哼，听说你在乡下走了点好运，赚了几万块钱，但这里是京城，这展会上的都是大企业，你这种泥腿子搞出来的粗制滥造的东西，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这位沈经理是吧？我们秋兰制衣是经县市2级合法注册的民营个体企业，产品不仅经过了严苛的质检，而且每一道走线都签了质量保证协议，怎么到了你嘴里就成了粗制滥造了？恕我直言，你们沈氏这件大衣虽然用了高档的纯羊毛面料，但在缝合处使用的是单线锁边，经不起北方冬天的狂风拉扯，极易脱线。为了追求款式，牺牲了保暖实用性，而且定价高达60块，严重脱离了目前普通职工阶层的消费能力。做服饰实业，不看出身，只看质量和市场老百姓的认可度。沈经理，你与其在这里用高高在上的虚荣心打压同行，不如回去好好查查你们车间的品控。你一派胡言！这位沈厂长说的对啊，东北风大，那衣服在风里漏风可不行。沈厂长，这批大衣我要500件，咱们现在就签合同。行。谁敢签？王经理，你要是签了他的货，以后就别想拿我们沈氏任何高档面料。胡闹！爷爷，那边那个乡下来的女人不守规矩，不仅抄袭我们的排版，还大言不惭地抢我们的客户。您快让人把她赶出去！闭嘴！国家现在鼓励自由竞争，搞活经济，技不如人就回去搞研发，仗着家里的背景，在外面搞一言堂，以大欺小。我沈家做实业的100年清誉，脸都被你丢尽了。小同志，这衣服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这方锋道观的针法可是失传了一阵子的苏工老手艺啊，实用扎实，是个踏踏实实做实业的好苗子。我们虽然起点低，但认的是质量就是生命的死理，一步一个脚印，总能把国货品牌做出来。这个坠子，孩子，你这吊坠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过世的母亲留给我的唯一遗物。怎么了，老先生？遗物，水滴蓝宝，错不了，那是当年我亲自找老工匠打的3块同心锁之一。你的后颈大鬼下面是不是有一块浮的暗红胎记？
孙女，我的亲孙女啊！那是当年你母亲逃避战乱时带在身上的信物啊！爷爷找了你整整20年啊！沈老先生，血缘这东西，医学鉴定能证明，但这千亿家产的继承人，光靠认亲可担不住。我沈知秋从不摘别人种好的果子。3个月为限，如果3个月内我能凭这间从北方带来的小制衣厂，在这京城的服装市场站稳脚跟，真正打入华北供应链核心，那我就堂堂正正拿回那张沈家的户口本。如果我败了，即使我是真千金，这沈家的担子我绝不沾染半分。好一个有骨髓、有傲气的沈家种！这3个月，沈家不给你提供1分钱的援助，全看你自己的本事。沈厂长，不好了！原定今天上午那6家京南的布料厂，全都宁可给违约金，也把定死的面料给对当拉走了。咱们正在赶工的1万件冬季大衣，马上就要面料断供、停产停工了。他还真是不择手段，他愿意用高要价抢废品，咱们该感谢他才对。停掉老旧棉衲的生产线，这半个月我早就联系好了一家刚刚研发出莱卡超细纤维混纺技术的国营大实验基地。我们买断他们这种防风力更强、成本更低的新型面料首批使用权，大衣立刻改版，走轻量化防寒路线。今年冬天最厚实的保暖纯羊毛大衣，我们沈氏独家提供，全场1万件现货，先定先得。全部暂停交易，封停检查。你们谁是沈服饰事业部的负责人沈婉儿？证据链正规举报，你们今天抛售参展的这批号称纯羊毛大衣使用的低价断供布料，为了加快进度掩盖气味，严重违规使用了国家超标严禁的有毒化工染色剂防铂材料漂白处理，含有共度的甲醛与致癌芳商胺。这批毒衣物严重侵犯消费者身体健康，涉嫌生产销售伪产品罪，予以全部查封禁售，必须立刻跟我们回局里接受立案彻查。用致无害人的毒料骗我们，退钱，把沈氏告到底，抵制这种断子绝孙的不良企业害人精！不可能，我没有，这是污蔑！没有污蔑，这一切都是你急功近利、贪墨监管程序自己酿下的苦果。那是我半个月前下场实地走访，合法向官方提交的实名质检反映信线材。你为了封杀一家竞争对手，不计后果的饥不择食，哄抬烂料，收购物料市场占有率，并越过了所有的安全产控一券红线测试。你不仅不懂实业的生命线是安全，更缺乏对这个时代法治发展的起码敬畏。张战拼的是版型、管理和良心底线，而你，沈婉儿，从头到尾在这圈里只配做个上不得台办的跳梁小丑机分子罢了。不择手段只叫奸商，而知秋他能以法为鉴，以全新技术代替旧产能的绝杀反击，将来他注定是要做搅动整个时代风云的民族女企业家的王。保守止损，撤资离场。睁大你们浑浊的眼睛看看，他前些天是怎么化解生死封杀局的。今天不仅认祖归宗，更因为他是能将我们沈家从死局里拉出来的唯一的帅才。废话我不多说，沈家百年清誉不能毁在一个假货手里。至于你们担心的信誉危机和下半年产品断档空窗期，这份报告里是我正可研发推广出来的高强度防水且极致保暖无毒新型超细莱卡混方面料技术首批独家投产应用授权，不仅能极大降低北方大众冬衣高昂成本负担。3天后，我们将召开全国渠道招商破局发布会，凭此最新国货良心科技，打破外国市场的保暖布料天价代理垄断层。现在，愿意留下来跟我沈知秋继续把民族产业做强做大的，年底干菇全分红保证翻倍带回。想跑路止损撤资的，门在那里。你们的股份额度，我沈知秋依法按市价全盘照单全收回笼。
老婆，那原本是我该跟着沾光的首富生活啊！